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梗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近期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人事物、新的惊喜即将要进入到你的人生里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选择到第1组的你啊，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当你开始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当你去创作你想要去创作的事情的时候，新的人事物就会被你激活。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卡很明确的一个讯息哈。那我们再直接一点，我会看到的是，你会用你的方式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关注你，会吸引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人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如果说你的热情是在艺术创作，就像这一张牌卡所显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找机会或者是找方式，让你的画作，让你的艺术让更多的人看到，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可以通过比方说你可能就是为你自己注册一个账号Instagram Facebook 就之类的。好，然后呢你把你的画作 po 上去，那么你就会开始发现会有很多新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好，再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把你的声音说出来，把你的创造表现出来。所以当你去做一件与你内心的热情相符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你好像激活了某一个中心，某一个重点。你会看到会有很多的人过来 follow 你，会有很多的人开始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兴趣，会有很多的人开始会想要来跟你，有点像是想要跟你交谈，想要知道你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哪里，你做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总而言之，你会吸引到大量的人群。我们这边要来讲大量的人群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然后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来给予你称赞，给予你认可。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如果说今天你就是觉得你的关注点，又或者是你不是在做艺术这个部分的你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话，那更棒，那更好。所以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的牌卡都会告诉我们，你需要用你自己的方式为你自己发声，你需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帮你表达，那么你就可以激活到新的开始。你可以感觉到的是有一些磁场好像被你打开的感觉，这是一种超级奇妙的感受而且我会认为的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相信一部分的你们已经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你开始想要更多的表达你自己，你开始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你之前然后你会看到之后你就觉得算了，你也不会，就是你会有想法，但是你不会想要拿出来分享。但是在近期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和改变。我们这边所说的分享不是那一种就是传讯息给你的朋友，告诉你的朋友你看到了什么，而是你会想要找一个平台然后把自己的想法 po 上去，跟更多的人分享，或者是说其实你的目标和目的
并不是为了想要找听众，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你的目标和目的就是你会希望来记录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者是你会想要把你的声音记录下来，就仅此而已。但是没有想到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没有想到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回应，这个是我所看到的。而且我们前面有在提到的，像是艺术方面的哈，那其实也是在讲说，你不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来发你这篇 po 文，如果你会艺术像是画画，你可以以漫画的形式或者是绘画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看法。你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你真的会开始觉得你的人气会突然之间飙升。当然我们在说的是，我觉得你不是为了人气而去的，你也不是为了有任何的目的而去做这件事情，就单纯的就是分享。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大的回应，没有想到大家的反应会这么的强烈，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这一边哈，我感觉到哦，你是不是有一些焦虑，或者是说情绪上面有一些不是那么的稳定？我们来看为什么哈。我会感觉到的是，如果说哈，你自己本身目前来讲的话呢，是在与别人合作的关系里面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看到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觉得你现在急需变化，急需改变，就是发自于你内心的心里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你对你目前所经历到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是说目前所经历到的一些种种，所有的一切，你没有办法从中取得幸福感，你没有办法从中取得一种安稳的感觉，而且你会感觉到的是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你会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而且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是有跟别人签合约的，我们前面已经有个很大的前提，因为我真的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很大的概率，很大的机会是跟创作、创意、艺术，或者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画画之类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而且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是你可能跟之前的有公司或者是跟别人有在合作的关系，或者是有签合约的关系，而这个状态对于来讲是不舒适的。为什么会不舒适？我这边很明确的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可以跟别人合作的人，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你是不太会用言语来表达的，你是不太会用言语来表述的，你可能会做更多的是，你可以把它创作出来，或者是你会用这种隐喻的方法来说，你不太会是那一种直截了当的切到重点的人，你会拿很多的比喻，或者是说会拿很多的其他的故事来隐喻，来影射这个故事。所以当你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很卡顿，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想法100%的传达出去，然后呢，对方也没有办法很好的100%的接收到你的讯息，所以你跟对方如果是合作的关系的话，会出现很多 misunderstanding， 就是那一种没有办法沟通，大家所在说的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这张牌卡在这边所看到的只要是牵扯到司法的一些关系的话，可能都会出现一个很持久的长久战，就是在讲说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预计的，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纠纷的，的确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一开始抽到这张牌卡，我就在问说你有没有一种很焦虑的事情，因为你目前的人生的阶段正在一个转折点，有点像是跟之前的合约结束，然后跟之前的合约完结，接着进入到下一个合约的状态，或者是说你在想你要如何的跟之前的这个人解约之类的。总而言之，有点像是进入到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边的话我也有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犹豫一点的状态。什么叫做比较犹豫一点的状态呢？你有在想说我是否要找到合作的对象，我是否要有一个跟我合作的人，所有的事情才可以有所进展，然后所有的事情才可以有更好的
未来。如果我们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对应到你的状况的话，我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请你千万不要跟任何的人合作，因为你一个人，你会绽放的更好。我也有一种还蛮强烈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自己开始也有慢慢的有这样的意识，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你之前可能会觉得有的事情合作起来有一个人在旁边帮你好像会做的比较顺一点，但是你现在的话真的会有种心理的状态嘛，又或者是你在经历过前面的合作关系，不是说前面的合作关系很糟糕，而是你从中会有一些新的经验、新的体验，它又会让你觉得说原来两个人在一起，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商议的，很多的事情是需要沟通的，而这个部分对于来讲，说实在的，可能也会是一件还蛮痛苦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你接下来当你从你之前的这种合作关系，或者是之前的签约关系脱离出来之后，你会有重生。你看这张牌卡在这边，它就完全是一个形态转变的过程，它下面是宝剑的状态，慢慢的上去变成了鲜花，所以这是一个重生，然后重新开始塑造，重新的找到自己的形态的一个状态。而我们前面谈论到的签约的这个状态我们这边再直接一点点，我觉得有可能是从你之前的生活状态里面走出来。那生活状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嘛，一方面来讲的话，有可能是从你之前的感情关系里面走出来，甚至有可能会是你在一段不幸福的，而且对你很多约束的感情关系里面走出来，也有可能说你从之前的就是生活环境里面走出来，可以是原生家庭，然后有可能是你居住的环境，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能看到的是一个慢慢的从束缚里面走出来的人。而我们前面有在提到的是，你在近期你的心态上面会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真的是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忍一忍没有关系，我不讲也没有关系，自己的想法也可能就不要说出来，没有那么的重要，你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慢慢的你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是有多么的重要，你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你没有办法再忽略，然后你没有办法再遗失。所以这所有的一切我会认为的有点像是你找到了内心的热情，又或者是你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的这一个新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自己内在的心态上面的转变，你内在的心态上面的转换。你看，你接下来就是重生，重生是一个终点的结束，一个终点的开始。这张牌卡也会让我看到的是，会有新的感情、新的恋人、新的合作关系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但是你有记得吗？我们前面有在提过的是，你不适合与他人合作，或者是说你不适合与他人就是平等的合作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关系如果说你想要顺利的进行下去的话，必须由你自己本身来做主导，你必须是那一个去掌控全局的人。也就是两个人在合作的时候，对方更加会像是听取你的想法，然后执行你想法的人，而不是跟你一起坐下来商量的人。好，这个是一个。回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的是感情关系，有没有？爱情的部分，我们前面有在讲说，你可能在之前的感情关系里面不是那么的幸福，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快乐。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不要害怕，你从之前的感情关系里面走出来，你不要留恋它，你不要觉得舍不得，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之前过得有多么美好。你想一想，你们之前过得不幸福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离开？你为什么要自由？你为什么要大声的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你开始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你之前的那个关系不适合你，我们也可以再讲说你之前的生活的环境，或者是说你之前的这一个所在的环境不适合你，你必定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必定会遇到新的人，而这一张牌卡在这边我觉得是很棒的一张牌卡。你会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跟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人，跟你在聊天的时候一拍即合的人。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有看到的，会新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的。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的是，当你开始去诉说你的想法，去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会有很多追随你的人，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的人，或者是对你所说的话，对你的言论是会追随你的人，这个就已经是一批新的人了然后接着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如果说你心中惦记的还是感情，如果你会觉得你还是希望说有新的感情关系，因为之前的感情关系可能让你不是那么幸福的话，这张牌卡在这一边我会看到的是真的会有新的感情进入，而且这一个人他会跟你之前所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你跟这个人更多的是像心灵方面的沟通，语言方面的沟通。你们两个人，我看到的这个场景真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聊天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没有办法就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因为你们的想法真的是很相似，然后你们的想法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共同点，包括说你们对于事情的态度，然后对于某些事情的决定，或者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和方式，这边我们看到的都会是一个很要如何的来形容，就是无论说是你还是对方，都是觉得十分的认可彼此的，因为这一个关系它会让你有重生的感觉，但是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改变。我们一开始就有在讲说，当你开始表达自己的时候，你就为自己开始激活了新的人生，新的方向，新的重生。你开始表达自我的时候，代表着你由内至外的转换成了另外的一个人，转换了一个新的形态。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会认为你的这一个转变可能是你很久之前就已经想要发生的，但是可能因为种种的事情你下不了这个决心。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期待，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感受到的是，在近期你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会发生一些事件，而这个事件或者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当下你真的会有一种来自于内在的一种力量嘛，或者是说来自于内在的一种超强的感受，说不行，我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我必须要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态度，我必须要表达出来，我必须要表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讯息，因为有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再隐瞒了。而且这张牌卡很有趣哦，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其实会让我觉得你会想要跟你的过往说再见，因为你内在改变了，你整个状态改变了，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啦，就是我会发自内心的为你感觉到高兴，因为你之前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压抑的，不幸福也没有关系，觉得不公平也没有关系，或者是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也没有关系，你会在这个情绪里面，你是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看了是焦虑或者是不安的情绪，但是你现在决定把你过往抛下，或者是你现在开始决定把你的过往放下，重新的来面对你自己，重新的来迎接你自己，所以你内在你自己改变了，你为你自己迎来了更好的伴侣，你为你自己迎来了更好的事业，然后你为你自己迎来了你更好的状态。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张。我看到的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这一边这会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开始。我们用直白的话来讲如果说你现在正在想的是一个事业的新的起点，或者是说想要开一个新的项目嘛之类的，或者是说一件新的事情的话，我会认为在近期的时候你会开始
就是开始去规划、去计划这件事情。而这张牌卡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会有人过来协助你，会有人过来帮你，但我们这边还是要再直接的说一说，你会需要成为主导的那一个人，你必须成为主导的那一个人。我们会看到的是，我这边开始有一种感觉哈，为什么你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些改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让你的内心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在这边会看到的是，我觉得你可能对你之前的生活状态是很失望的，或许是有可能我们这边直接来讲，有可能是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状态是有一些失望的。失望的点在哪里？你被束缚起来，然后你会觉得你会是一种压力不断的在增加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觉得的是，我应该得到更好，我值得更好。你开始有这些直觉然后进入到你的脑海里面来告诉你说，你是值得更好，你应该丢下这所有的一切，然后让你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接下来会开始出现的事情是，你会自己开始吸引，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吸引力法则。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开始表达你自己的想法，这个就是你的吸引力。好，你会吸引到你会吸引到一些新的项目。像我们前面所说，这个事情可能是你很久之前就会想要去做的，比方说创造创意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你很久之前就会想要去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做，或者是说你身边会给你很多的束缚，让你没有办法开始。我会看到的是你从之前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之后，或者是说从之前的状态里面挣脱出来之后，你可以开始从零开始来建造你的梦想。当你在建造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会迎来很多的助力，这个过程很辛苦，我们这边直接来讲，但是你会乐在其中，因为你终于可以开始创造属于你的王国，属于你的帝国，你终于可以看到属于你的未来。我们还是回到前面来讲，但是这个是会是一个零的开始，完全是从零的基础开始。但你不需要那么的担心，当你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要说出来，你要表现出来，你要告诉大家你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前面也有讲到的是，会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欣赏你的，认可你的，所以他们会开始加入你的行列，这一章开始加入你的梦想，然后一起跟你去耕耘，跟你一起去做，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看到的一个状态，我们直接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你先要跌入到谷底，你才能真正的面对，才能真正的意识到，原来你一直都不快乐，原来你一直都不幸福，原来在你的身边有这么多的事情围绕着你，它只会为你带来痛苦，它只会把你放在牢笼里面。你要先意识到这件事情，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它其实是代表着你身处在一个谷底的状态，因为很辛苦很焦虑，当你把你有点像是逼到角落，没有办法了，接下来你不是反击，而是你会想要去创造，然后你会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和方式来改变你的现状，来改变在你身边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你决定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从之前的环境里面挣脱出来，让自己从零开始耕耘，从零开始来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状态。虽然很辛苦，我们前面有在提到，虽然可能这个过程是还蛮痛苦的，但是你重新看到了希望，你重新看到了幸福的可能性，你重新开始找到了真正的属于你，对于你来讲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件。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我真的是会觉得，哪怕就是辛苦，哪怕就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怎么说，从零开始因为你之前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我们这边来说，你之前的生活状态不算糟糕，就是你不是说从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地方走出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种心境，
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一种心理的感受和感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压抑，你就是觉得不幸福，你就是觉得人生就是绑手绑脚，想要做什么都不行。但是你的环境真的很糟糕吗？不一定哈。我们只能说这个环境它似乎不是那么的适合你。那如果换了一个没有太多想法、没有太多的野心的人，他有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生活得很舒适，生活得很安稳。但是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是内心充满着热情，然后充满着创造和创意。你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总是有方法去开创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惊讶的是，你是怎么想到的？你是怎么样子看到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经常会听到别人给予你这样子的评价，所以你终于开始，这张牌也可能是在讲说，你终于开始听从你自己的内心，遵从你自己的内心，终于开始去找到你认为对于你来说最适合的天空，最适合的路。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这一张你看，终于你找到了属于你的幸福。这张牌卡就是在讲的是一个满足感。我们这么样子来说吧，当你开始真正的开始重视你自己内心的感觉，真正的开始重视你内心的感受的时候，这一些人事物它自然就会被你吸引过来，你自然就会得到满足，你自然就会有这一种幸福的感觉。哇，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们这么样子来说，你不需要担心这么多，你不需要担心外在的环境。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部分你必须要离开之前的环境，或者是说之前的关系、之前的合约。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可能会让你觉得内心很害怕的事情，改变变化，无论对于谁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一些很不安的一些元素在那一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觉得牌卡真的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首先它告诉你，你不要害怕，因为你在你必须要离开你之前的环境，离开你之前的关系，你才能找到真正的适合你的，你才能真正找到能让你幸福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有点像是我看到的整个画面你之前所拥抱的，之前所容忍的，就像我们所说到容忍的这种感觉，那代表的是它并不适合你，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离开呢？因为你习惯了，对不对？很多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就是习惯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又或者是说习惯了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所以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就会开始变得是，如果我离开了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我离开了这一个互动的话，我接下来要怎么办？我接下来要新的生活、新的人生，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也是一件让我觉得内心很不安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要如何的面对，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面对，类似于像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牌面上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它真的就在不断的来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紧张，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必须先要放掉那些不适合你的、不服务于你的、为你没有办法带来快乐的，因为你最大的满足。我们看到这一边，你知道吗？其实你最大的满足跟资金、金钱、安稳都没有关系，你最大的满足是来自于那个跟你心灵相通的人，有共同的想法，有共同的理念，可以分享你的情绪和感情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新进来的人事物有可能就是新的伴侣，直接来说就有可能是新的伴侣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有可能会是新的一大群朋友。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必须要先和你之前的朋友说再见，然后必须要和你之前的朋友要分开，之前的这个社群你必须要从它脱离出来，脱离了出来了之后，然后你才
会有空间让新的人群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我能懂情绪上面的这种挣扎，情绪上面的这种不安，真的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就是我能知道，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会是在你的心中已经想了很长时间，在你的心中已经沉淀了很长时间，必须要去做，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才能找回你的平衡，你才能让你的内心得到安稳，你才能从你的内在里面真正的感受到幸福，还有真正的感受到满足。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或许现在真的是那个最绝佳的时间点，跟你的过去说再见，允许你自己让新的感情、新的人、新的欣赏你、尊重你、知道你价值的人，让他们进入到你的世界里，然后让他们来帮助你，让你可以重新的建搭你的事业、你的人生，让你可以成功的转型成你想要的样子。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事件呢。你看，我们一抽就是抽到这一张，最近会出现大扫除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自己会开始出现大扫除，那一些不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你已经不想要再去忍的一些人事物，你会把它们清扫出去。这个会是你主动形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张牌卡在这边它其实也代表的是比方说你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开始看到你的性格上面的转变，或者是说你性格上面的变化。你会听到他们会告诉你的是，你之前都很容忍的，你之前容忍度都很高的，那你现在为什么好像突然之间就不忍了？你为什么现在好像突然之间你就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态度出来了？你会听到像这样的声音，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应。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因为当这些人开始发现你不会再去忍受他们了，或者是你不会再来退让了，他们就会自然的离开你。所以在近期你会开始发现有一些人，无论说是你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都会离开。这个也会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是十分的对应的嘛。新的人会进来，新的关系会进来，旧的人会离开，然后旧的人会从你的世界里面慢慢的退散。这一张小人小人会慢慢的离开，这个是一个因为这两张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的是，特别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宇宙会通过这个方式帮你清除一些小人，清除一些潜在的在黑暗中在幕后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的人。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张牌卡在这边，我认真来说，我也觉得你有可能有机会身边有些小人其实是还蛮多的，那这一些人你要主动的清理。我们讲到这一边，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要你大扫除？无论说是你自己自发的，还是说宇宙它逼你的还是说你身边的环境自然形成的，你都即将会进入大扫除的这一个状态。你会跟很多的人说再见，很多的一些旧的人事物，你会从他们之间分离出来，而且可能刚开始分离的状态对于你来讲是会有一些难过因为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一定的习惯在那一边，不一定就是在讲说是感情方面的有可能是你之前工作的环境，也有可能是你过往的一些朋友都是有机会的。你会开始发现你身边会出现很大的转变。我们这边来讲这个转变不是代表说你一定会搬家，一定会去往其他的地方，但是你能感觉到的是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搬家，你身边的人可能会离开，然后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慢慢的离你远去，你会慢慢的从刚开始的难过，可能会有一些伤心，慢慢的转换成觉得说太棒了会有新的人进来，有机会去认识到更多的人，不会被过往的人事物所束缚。
这一张。这张牌卡在这边，哇，天哪！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像 promise， 是承诺好的，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么样子来讲吧，哈，你的自我改变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假设我讲到这边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是在狂点头，就是你能感觉得到，你的内心里面有些能量正在不断的。正在觉醒，正在慢慢的苏醒过来。你有一点像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在现在做这个决定呢？这张牌卡在这边哈，它会让我看到的像是你会想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你会希望给自己一个，就是好像跟自己在对话的这种感觉。你承诺你要保护你自己，你要照顾你自己，你要对自己更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内容。所以你的行动上面会更加的坚决，而且当你在遇到真正属于你的幸福的时候，真正的把你内心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你得到的是鼓励，是正向的影响，所以它会更加的让你坚定的、自信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来找到自己的平衡。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必定要发生，无论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说你想不想要换掉你身边所有的人，它都一定会发生。当然，我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我相信你就算有点不舍，到了最后你也会知道这些事情是你应该要去做的，这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做的。我们也讲到这边的话，也真的是会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到了。我相信你自己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一个转换的时间点要分开的时间点，要分离的时间点，它的确要到了，因为新的人他们也快要到了。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很有趣哈，因为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就是 enemy， 它就是敌人的意思。我在这一边的话，我会把它理解成你接下来会树大招风。一方面来讲，它的正向性就是很明确嘛，因为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大，你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你只要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说是艺术的、文字的、创意的各种各样的方面，你都会得到反对的声音，因为有支持你的人，肯定就会有反对你的人。有个很大的重点，这张牌卡之所以会在这边出现，你会开始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因为你要进入到公众的视野，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因为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作品，才会有更多的人会有不同的建议、不同的想法。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其实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正向性的，就是结合所有的盘面看起来，当然它也代表着说，你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你在经历过这么多所有的一切之后，你的心脏也是足以够强。当你得到，就是当你听到这一些言语或者是这些人所说的一些话的时候，它其实并不会真正的影响到你，而且这一张牌卡会让我看到的是我相信当你看到你的身边有 enemy 有这些敌人出现的时候，你反而是不一定是喜悦，但是你会知道你已经很接近成功了，你已经很接近爆炸成功了就是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牌面上面真的是很清晰很明确。我觉得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生会很苦，新的去建造一件事情会很苦，但是你会很快乐。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矛盾。我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爱的事情、充满热情的事情的时候，即使知道它是有苦涩的，即使知道它过程很辛苦的，但是我们也是乐在其中。我真的会觉得你接下来是很有机会是出现在我们前面所说的大众的视野，就是特别是如果你要是做艺术的话，那这个就真的在讲你你的画、你的作品、你的音乐、你的各种创意方面的事情，很快的都会被大家所熟知，很快的大家都会看到你，慢慢的你会在你想要的地方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张牌卡就是 room。OK， 它就是房间的意思，所以你会有一个位置是给你的，有一席之地是给你的，有一个身份地位它是给你的。你
讲到这边真的会是那一种，你终于看到你自己了。我觉得宇宙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哇，我提醒了你这么多次，把你逼到了角落，你终于看到你自己了。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不属于角落，你不属于那一个要掩盖你自己心中想法的地方，你属于在公众的视野里，你属于拥有了你的位置，拥有你的社会地位的这个环境里。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一定要学会清除，要学会放手，要学会把那一些不属于你的人事物全部的剔除出去，你才会有空间，就像牌面上面所显示的，你才有 room 有空间，拿给你自己爬到一个好的位置，走到一个好的位置。最后这张牌卡它会告诉你的是，首先我会感觉到你可能内心里面是藏有很多的秘密的，与其说是秘密吧，不如说是你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话，在过往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情绪。但其实你是心中很清楚的知道，你心中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因为你的肢体语言已经给你传达了很明确的讯息，你的肢体语言已经告诉你你想要的是什么，你的幸福在哪里。有的时候你都真的不需要把话说得太清楚，你不需要把话说得太明白，你其实在观察你自己的肢体语言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你真正的未来和方向是什么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这么样子来讲吧，好，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决定好，或者是说你现在心中还有一些摇摆的话，我牌面上面想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知道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你必须要走，必须要分开，必须要离开。我知道你会觉得很难过，我知道你会有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争执，就是情绪上面的一些挣扎，还有情绪上面一些很痛苦的地方，我懂。但是你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你必须要分开，必须要离开，你必须要走出来，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重新的拥有属于你的人生，你才可以重新的拥有属于你的未来。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的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这一张这一张会让我看到的是，首先你自己本人目前正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或者是目前正在一个搜寻的阶段，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对于人生有一些什么样的追求，你的潜能在哪里，你最适合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你对于未来的期许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你还是在探索，有点像是在探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尝试，然后你必须要接收到很多的资讯，因为这一些资讯和尝试可以帮助你确定下来、稳定下来，又或者是它可以帮助你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正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什么样的生活的方式才是最适合你的。因为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形态，不一定就代表是适合我们的，不一定就代表的是这所有的一切是跟我们有相关的。所以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告诉我的是，你目前的状态更加会像是在找一个 match， 比方说你适合的生活的状态和你想要的生活的状态如何的来达到一个平衡，然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潜能可以帮助你去实现你心中的目标和想法。总而言之，当你在探索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很多的新的人事物
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因为你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嘛，你也要认识到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助你来做决定，来帮助你来做判断。这一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如果你想要激活这一趟冒险，又或者是你会想要更多的一些得到更多的资讯，更多的人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的话，你需要做的就是走动，不要在一个地方待着。这张牌卡在这边我必须要讲，你很适合不断的旅游，长线的、短线的、长期的、短期的，去各种新的地方。首先你要把自己带到新的地方，然后你才有机会认识到新的人事物，接触到一些新的事物。你自己本身需要是一个打开的状态，你才能让更多的机会和机遇进入到你的世界里。好，这个就是你所抽取的牌卡。我们接下来这一场我看到你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想法是你想要去做的，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是你想要去尝试看的。你看我们看到这一边牌面上面所显示的是什么？是山是山峰。这边自己掉出来的。哇，天哪！你真的现在可以去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做一些新鲜的尝试。你牌面上面我们的山你看出现了3张都是的。你是喜欢爬山hiking 又或者是想要去挑战一些新的事物，想要去挑战一些新的，像是别人告诉你说哇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完成的，然后你会出现那种想法是是吗？没有人吗？那我就要试试看就是你会出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感觉。你看我们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爬到山顶插上小旗帜，我觉得这个就会是你最近想要去做、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很想要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去做的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胆子很大，第二个你好奇心很强。好，我觉得真的很适合这一张牌卡。我真的会想要告诉你的说，不要追求稳定的生活状态。至少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目前的生活的状态对于你来讲是还没有办法确定下来，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你目前还在一个变动的时期。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我讲到这边是有对应到你的话，你自己本身也不想要在一个确定下来、稳定下来的状态，你会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你还没有做过的，有很多的事情是你还没有尝试过的，所以你会觉得现在就确定下来、稳定下来，好像是一件就是你会觉得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而且这个不会是你想要去做的。所以我们这么样子来讲，如果说你现在有声音，又或者是说有人会告诉你你要确定下来、稳定下来的话，我觉得你就算是想要做这个尝试，到了最后你都没有办法成功，你没有办法定锚就是有点像这种状态。你会注定的是每隔一个时间段，或者是说每到一个时间段，你就会换你的地理位置。这个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于就是插上小旗帜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这个地方你已经攻下了，你已经完成了，你已经觉得没有任何可以去挑战的事情了，接着你就会换一个领域，换一个地方，然后继续去做挑战，或者继续去做攀升。而且你现在是能量超级强的时候，是一个能量强到爆炸的时候，而且你的精力也是最棒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你有用不完的 energy， 用不完的能力，用不完的力量，你会很想要就是把它发泄出来的感觉。如果说你现在是做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是那种挑战极限的运动，也是你现在很适合的。而且我会觉得你现在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没有办法闲下来的状态，你总是会想要做一些什么，总是想要来挑战一些什么，总是想要来尝试一些什么。的确牌面上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会认为的是，既然你的想法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你激活你新鲜的人事物
新的开始、新的惊喜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请你一定要走出去。而且我说实在的，我也会觉得你在最近是很有机会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你很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甚至你开始会想要去做你曾经不感兴趣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趣，连你自己可能都会有点吓到。就比方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多山的一个显示嘛，这是我们目前抽到了5张牌卡，有3张牌卡是跟山是有相关的。那很有机会是你可能不爱爬山，你觉得你不喜欢去做这种 hiking 或者是爬山这一系列的活动和运动，但是你最近就很想要尝试看看，你很想要去做做看，你会觉得说万一我喜欢呢，我之前又没有真正的去尝试过，或者是我之前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但万一我真的是很迷恋很喜欢呢，真的很喜欢那种征服的感觉呢，所以你现在想要来试试看，然后现在想要来挑战看看。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开始会给自己设定很多的目标，你会觉得说好，我最近我在今年之内我要尝试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我就是想要挑战我自己看看，我就想要做看看我自己做不做得来，我就是想要去看一下我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能，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有一点你的能量好像是又转回来的感觉。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自己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就是在最近我们看这张牌卡，这张牌卡也是像阳光慢慢的有点像是太阳升起来的这种情形。而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也会告诉我一个新的建造、新的规划的开始。所以你真的现在不是停下脚步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如果你身边会有人告诉你好，你现在就是要休息，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比方说你年纪到了，你应该稳定下来，你应该固定下来，你现在已经怎么样了，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不要听他们的，好，听你内心的，因为你内心里面就是没有办法稳固下来，因为你还没有到一个属于你一个固定下来的时间点。如果说我会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如果说你现在是朝9晚5的工作的状态的话，你其实很有想要冲出去的心，很想要突破的心，所以一到有假期，一到有可能，你就会出去旅游，你就会去看这个世界，有点像是这种感觉，甚至你会有一点想要，我就是要辞掉这个工作，我要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应该要去做的，我不想要朝9晚5的困在这里。这个也可能会是你最近出现的一个心态，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会感觉到的是你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新的挑战、新的技能、新的想要去学习的事情，你会主动的，你自己就会主动的去找这些事情来做，主动的去做这一些挑战跟尝试。这一张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你的那个心情或者是你的感受和感觉就已经没有办法阻拦下来了。哇，我看到这一边的话，这一张牌卡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点到了，突破的时间点到了。有没有一种感觉，你就是要冲，往外冲，你就是要突破目前的状态，你有没有一种就是你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感受，去做一些事情，而且你可能在最近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会有一些新的 offer 进来。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你是朝9晚5在做一份工作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遇进来，它比方说有点像是挖角的一些机遇，挖角的一些机会来告诉你说，你要不要过来做一些新的尝试。而且你可能在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去找新的一些工作，可能会去看一些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你想要做看，想要尝试看看，也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已经到了困不住的那一种状态，而且你现在就是想要出去看一看世界，
所以你会吸引到很多新的一些人事物，它自然就会过来嘛，因为你去到了新的地方，你有新的开始，你有一些新的开端，你自然就会吸引到这一些新的人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你自然就会吸引到这一些就是你曾经没有认识到的人，或者是说曾经你没有机会去认识到的人，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直觉的感觉，它会告诉我的是说，你其实想要挣脱这个环境有一段时间了，你其实一直的都是不断的在跟你的内心里面自己在打架。你会就我们这么样子来讲，我不是在讲说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不好，不是说你过去的生活状态不好，而是你的那个生活的规律好像有点变化。就比方说你之前觉得朝九晚五没有关系啊，朝九晚五很好啊，没有变动，很舒适啊，但是你现在就没有办法，你会想要看一看世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突然，可能会有一种我看到的就是你坐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坐在你的日常生活规律会发生的情境里面，你突然有一种超强的窒息感。怎么办？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不想要这个样子。我希望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性，然后我希望我的人生会有去到一些新的地方，我希望我的人生会有一些新的未来之类的。好像这所有的一切，它真的就会让你感觉到的是，我不想要这样子继续下去，我也没有办法像这样子继续下去。好，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你会有一种想要丢下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的感觉，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讲。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抛之脑后，然后有一个重新开启、重新的开始去建造一件事情的这种感觉，很有趣，对不对？你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你的脑海里面就是会有一个声音，你要离开目前的环境，你要去到世界。我这边甚至会觉得你很适合走到海外，或者是这么样子来讲，你应该要去到海外，因为当你去到海外了之后，它也代表着说你从之前的环境里面挣脱出来，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你可以开始为自己创造更多，你可以开始为自己建造更多，你可以开始真正的去规划属于你的未来，属于你的阳光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一边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真的会是那一种，因为你想要挣脱，因为你想要往外闯，因为你想要改变，所以你的人生改变了，所以你的人生出现了很明确的变化，所以你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有了新的开端。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讯息。我们这一边，哇，我会看到的是你接下来你的人生是一个完全打开的状态。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看到的是你打算出去流浪，有点像是这种。让我们详细的来讲，因为我看到这一边的话，它会让我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如何的来形容，但是我会觉得你对于你现在的生活的这种留恋，还有这种 attachment， 就是这种连结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之前你应该要如何的来形容这一种感受呢？那你会开始有一种很视觉的感觉，或者是说很视觉性的感受，你会觉得你身边的很多的人事物离你正在越来越远，而且你越来越难以和你身边的人产生共鸣。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你之前不会有这种感受，你之前不会有这种感觉，它就是在近期让你进入到一些新的思考，或者是说让你有一些新的感受，
它会让你感觉到的，它会让你感受到的是，你的人生好像跟你现在所身处的环境离得越来越远。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有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哈？是因为我能感觉到的是，你之前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之前很有感的事情，你身边的人都很有感，所以你跟他们有共同的话题。你不知道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甚至是你以前也感兴趣的事情，你现在不感兴趣了。你觉得现在聊这些东西很浪费时间，你觉得现在去说这些事情的话很没有意义。你不知道你在哪一个点改变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样子，所以你会有一种慢慢的跟人群脱离开的感受。我希望我这个部分有把它解释清楚哈，是因为它就是一种感受和感觉，没有办法太好的用言语上面来做形容。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哈，是因为你看到世界的观点不一样了，你看待事情的，就是看待整个世界的感受也不一样了。这一点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奇妙，有可能是因为你接收了一些新的观点，开始接收了一些新的讯息，所以你对你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些固定的印象，或者是说固定的感知，产生了一些质疑。我们再来详细一点点，比方说你之前可能你所认可的这件事情大家都认可，然后它就会加强你本身的认可，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事情这样子就是对的。但是在近期你会开始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对的吗？是吗？是这样吗？好，你会开始会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一些想法，那你这些事情没有办法跟你身边的人聊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你反而是会变成那一个异类，所以你会慢慢的想要跟你本身的团队，又或者是说本身的人群慢慢的分隔开，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接下来你会进入到一个很困惑的时间的阶段，我到底是属于哪里？我到底我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我到底我的归属感在哪里？你会进入到一种重新思考的阶段，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为什么你为什么一直在路途中？你为什么一直在旅游？你为什么一直在寻找？因为你选择到了这张牌卡，我相信这张牌卡多多少少它是代表着你心中的困惑，你想要找到这一个核心。你会想要找到所有事情的答案。后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所有的答案是单一的，这个就是目标，这个就是人生，这个就是未来。但是你越是去思考，越是去寻找，你越是会发现最终的答案是多样性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会看到不一样的答案。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刚开始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害怕，刚开始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困惑，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开始发现，原来人生是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原来你的人生是有这么多的潜能的，所以你开始学会来拥抱自己，开始尽可能的来容纳你自己。你有感觉到吗？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它不是一瞬间的觉醒，而是所有的事件一个一个的累积起来，会让你对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理解，甚至有可能在你攀登到第一个高峰，插下你的第一个小旗帜的当下，会让你开始觉得说，哇，原来我的人生是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我之前就会觉得我的当下的人生的状态是最棒的状态，朝九晚五的安定的稳定的状态是最棒的状态。我以为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人生的状态，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原来我喜欢挑战，原来我喜欢去做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原来我跟大家都不一样。你会有那么一个瞬间，重新的来审视你自己，重新的来理解你自己，甚至重新的来解读你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和想法。所以你在近期会经历到的突然那一下子的这种大脑被轰炸的那种感觉，一瞬间，天哪，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会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在我看起来，它会是内在觉醒的状态，它会让你重新的开始去规划你的人生，思考你的人生，重新的去记录你的人生，甚至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开始变得很强的这种能量爆炸的感觉，然后你会开始发现你身边的环境已经没有办法
再控制你，没有办法再压制你，所以你必须要挣脱。我这边直接来讲，这张牌卡它真的会给到我一个感觉，无论说你是不是想要这么去做，你可不可以这么去做，我都能看到的是，你心中有一股超强的能量在告诉你离开这里去新的地方。所以我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真的是我要辞职，我要走，我要离开，我要去看世界的大好河山我要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子来组成的，我要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真的就开始去走到一个真的像我们前面所去到的是大自然野外去探索，去发现潜能你会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另外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真的就会开始想要流浪，行李背一背就是像我们说背包客的到处去看，到处去旅行，所以你就会接触到很多新的人，你必须要接触到很多新的人，你必须要和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打交道，跟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有交涉的机会。这个就是那如果说你现在环境不允许的话，我也会开始看到的是你内心的这种渴望的声音内心的这一种呐喊。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只要你有休息的机会只要是你有放假的机会，你都会很想要出去，去到最远的地方，看到最不一样的风景，了解最不一样的文化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会接触到的这一些新的人事物，它完全的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最深层次的渴望。而且我会真的会觉得你的这一次一次的旅行，这一次一次的冒险，它都会一点一点的在重塑着你的人生，重塑着你看这个事件的观点，重塑着你所了解到的世界，它会一点一点的改变你内心的认知。把这一系列的牌卡看完 OK， 我看得到的是你的人生正在重建，你的人生正在有一点像是重新组建的感觉。而且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最棒的是你开始跟你的高我跟你的自我产生了一个超强的连接。我们前面在说的出去冒险，出去探险，出去看这个世界，重新理解这个世界，这张牌卡我会看到的是你在最后你会归于你自己的本我，你会开始创造你自己的本我。而且这一边很有趣这边我们看到这一个组合它会让我的是，当你看到你自己本我的时候，你会开始开创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会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一部分的你们开始创业，去创一条最不寻常的路，就是你会开始从你自己本身的这一个人生的经历，探索的这个经历，重新的开始解读开始解读你想要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重新的开始理解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你会去做，就是你会去做一些没有人敢去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一些挑战性很强、风险性很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你在做一个野心很大的事情，就是你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做上去你一做，然后呢，你就是往大的去规划，大的去想，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你在这个旅程的过程中，你看到的事情的真谛，你会发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有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因为你去做的事情，从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风险极大的事情，基本上不可能。就是你去做这个事情，你就是纯冒险，纯去探险，但是你看到的是潜能，你看到的是机会，你看到的是未来。我们换句话来讲，所以你会很有机会去踏上一条大家不敢走的路。因为你能看到背后的机会，你能看到背后的一个它会为你带来的利益，它会为你带来的创造，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讲。所以你会去做别人不愿意去做或者是不敢去做的事情，请你一定要带着这一种冒险的心态。接下来我说的是接下来我看到的整个过程，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前面的资讯真的是很多。一方面呢，是你会从你之前的环境里面想要走出来，想要挣脱出来。我们
们前面所提到的，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虽然这么样子来讲，好像是好像告诉你的是你要冒险，我觉得你是发自内心的，是想要去探索、想要去冒险的，所以会出现的状态是你很有可能就是辞职，很有可能是离开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平稳的、稳定的生活的状态，去冒险、去探险。在探险和冒险的过程之中，你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们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从而你嗅到了商机，从而你嗅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他有机会的时候会变成说，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没有想到会有需求的，但是你就看到了，诶，这个事情它是有需求，它是有机会，它是有进展的，所以你抓到了，然后出来你来去创造这个事情，就去创业这个事情。当然中间会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中间会有很多起起伏伏的地方，但是你因为这一个独特的见解，独特的这种野心的方式，从而累积了属于你的财富。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这一个必须是你要看到足够多的事情之后，你跟自己产生的连结，你跟自己产生的对话，你听从了自己内心的直觉，所以这个事情它可以有一个开始的机会。而我们也会讲到另外的一个方面，如果说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你的当下的环境，我们前面也有在提到的，有没有？就是如果你一有机会你可能就会想要去探寻，一有机会呢，你可能就会想要出去旅游，想要到处来看一看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牌面也是很清晰很明确的来告诉我，就是这么短短的探索的过程里面，短短的探索的旅程里面，它足以完全的改变你对于某些事情的认知，足以完全的改变你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和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奇妙、超级奇特的转变，你自己都不会知道，就是你会开始突然之间充满了勇气，好，这个事情我就要试试看，我就要投入看看，我就要做看，等于是你会进入到一个冒险模式。因为你为什么会进入到冒险模式？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你知道你在做一件追寻自己内心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一个冒险的模式来让你累积到财富。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且我相信一部分的你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个模式，已经开始意识到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事情正在出现改变，正在出现变化，已经踏上了这一个追寻内心或者是听从内心的一个旅程。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事件你看这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你会成为你自己的主导者，就是就还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要去做一件大家都不懂的事情，你要去做一件大家都不理解的事情，所以你会需要很强的勇气，你会需要很强的力量，你必须拥有很强的自我的确定，还有自我的坚定，你的这个事情才可以去完成。所以你即将要做出一件大家都不懂的选择。哇，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觉得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开始慢慢的脱离你目前的人群，你会去做一些别人都不懂你在干嘛的事情。刚开始我们这边认真的来讲它可能真的会为你的身心灵方面都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它一定会是有压力的，因为你要做一件大家都不懂的事情，但是大家都不懂的事情就代表的是错的吗？不是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会开始慢慢的感觉到你好像真的就是一个，要如何来讲，你就是一个比较要选择小众型的人，就是你会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趣，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解释因为我们前面不断的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潜能，也就注定了你所选择的事情，所选择到的事件并不是一件大家都感兴趣，大家都觉得有潜能的事情，而且你所选择到的事情是你能看得到的潜能，但是有机会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浪费时间，风险太大，不可能。而你要对抗所有人的
声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必须要打开你的心胸，让这个新的事件进来。首先第一点是你要让你的声音进来，要让你的直觉进来，好，要让你的高我进来，这件事情它才进得来。然后你要坚定，但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你就是不需要那么的担心，因为我们前面有在提到的是，你本身就会开始有这种力量，或者是说有这一种，就是你的能量会变得超级超级高啊，所以就算是大家反对，就算是大家警告，你都会觉得不重要，你们的声音不重要，我的高我告诉我的指引才是最重要的。你会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坚定的想法，这个想法很棒很厉害，请你一定要坚持下来，因为这张牌卡你会开始发现的是，你跟大家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地方超级超级的有趣，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高的风险，而且甚至会有很多的人不断的在警告你的是，这个事情它是没有办法成型的，没有办法做好的，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你在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变得异常的顺利。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假设说是有对应到你的话，一部分的你们可能已经开始做这个状态，甚至你会觉得说他们都是骗子，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风险很大的，做不下来的，是因为他们想要阻拦你的成功，因为他们的人生的经验不是你的人生的经验，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很困难，但是你做起来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再加上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啊干嘛的，你都是在你旁边信手拈来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开始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都阻拦我，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让我成功，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会让你更加的确定，更加的确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是一个超级超级棒的开始。为什么？接下来是这张牌卡，这张牌卡是什么？你的选择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而且你将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将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选项。哇，这个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棒。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别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大家会告诉你，哇，没有办法，你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选择，因为选择权不在你自己的手上，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你的人生的体验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大家会觉得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你在刀尖上面填血，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游刃有余。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怎么说，你不要听大多数人的建议，因为你不是大多数人，你也不要走大多数人走的路，因为你就不是大多数人，你必须要自己要去创造，然后必须要自己去探索，要自己去冒险，你才能找得到属于你的路，你才能累积起来属于你的财富，你才会知道，哇，我的人生这么多的选择和选项，而且我的人生的选择和选项跟你们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实践，这个部分对于来讲真的是太重要，因为你有实践的这一个状态，就是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真正的去尝试这个事情，你才能探索出属于你的路，你才能探索出属于你的未来。因为你要是听别人讲，你没有办法做到的，别人的经验跟你的经验不一样，你没有办法借鉴他的经验，他可能做着这件事情就没了，但是你做着这个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你必须自己要去尝试，自己要去探索，自己也要去做判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目前来讲很重要很重要的资讯，请你一定要记起来。接下来这一张，你只要是踏上了旅程，你就会有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收获，你会得到的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加的多。就有的时候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你一旦开始激活了你的这一个旅程，一开始激活了你的内心的这种改变，一旦开始去占你一个一个的山峰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好运就开始彻底的激活，你的人生的惊喜就开始彻底的激活。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会有点像是你可能你的人生在你就是激活了这一个旅程的时候，你的目标，我们这边就是比喻，因为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就会告诉我你一定会有财富上面的累积。好，这一点我觉得是
毋庸置疑的。那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们真的是很明确的讯息，它会告诉我的是，你可能目标就是比方说了就1万块钱，但是到了最后你真正收获的你知道吗？可能变成2万3万。有的是你的目标不是在那么大，你的目标就是为了想要满足自己内心的这个建造的成就感，你就是这么去做，然后你尽心尽力的这么去完成，这么去做，所以你其实也没有想很多，你只是喜欢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怎么知道你到时候收获到的比你想象的多这么多？所以你真的是一旦人生被激活了之后，到处都是惊喜，到处都是意外的收获。所以还是那句话哈，不要走寻常的路，不要去走别人让你走的路，一定要听到你自己的内心，你的这个状态哦，才可以被激活起来。你会在这个旅途中遇到跟你关系很好的人，你会遇到跟你关系很好的朋友，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是欣赏你的，发自内心是对你是有这种信任的，他相信你可以完成你想要完成的，然后他相信你是有能力去达到这个目标的，就是对你整个人是完全信任的。就像我们牌面上面就显示的就是狗狗的这张图，所以你会遇到的像狗一样对你忠心的人，然后认可你的人，在你身边给予你陪伴的人，他有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即将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他也会有一种感觉，让我觉得或许是你过往就已经认识的，但是又重新出现在你世界里面的人。这一张钱，你看钱fortune， 钱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完全就是像是金币这种撒在你的身上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但是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我们前面所说的激活是什么？激活是自我探索，激活自我探索的潜能，然后激活自己是谁的这件事情，寻找自己的这件事情。所以你的目标不能朝着钱去，你不能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为了要赚钱，哪里钱多我去哪里，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你在寻找自我的过程，找到自我的过程，与高我对话的过程，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去做你本我给予你的任务，去做你要完成的事情，找到自我的这个事情，你的钱自然就会来。你不能冲着钱去，因为我们牌面上面是一个很明确的显示，你要做的是想要去建造一个属于你的世界，属于你的基地，属于你的未来，所以你必须要冲着你自己去，你钱就自然来。你钱为什么会来？是因为你在一个对的轨迹上面，你在一个对的属于你的人生上面，所以你的钱就会自然来。但如果说你追求的本身是钱的价值的话，那就代表着你不在一个属于你的轨迹上面，那这个钱它就没有办法到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看到这一张，认可你的人，尊重你的人，然后陪伴你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看到你的本质，你是谁？因为你找到了本质，你展现出来了你的本质，所以你才会吸引到这些人来到你的身边，所以你才会吸引到钱来到你的身边。最后这一张保护，这一张在我们看来，我真的觉得保护你的想法，保护你自己是谁。而且这一张牌卡，你看这个牌面是不是就有点开天眼的感觉？你能看懂所有的一切，你不需要把事情复杂化，因为你不需要追寻任何的事情，你需要看懂的是你自己。然后在你接下来的人生里面，你会有很多的 lessons， 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功课是你需要去做的。因为要找到自己，要看到自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说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是谁，都没有办法找到本我，更不要说跟自我产生连结。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我会看到的是，首先你们真的是那一群超有灵性的人，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如果你愿意静下来，你可以跟你的高我产生超强的连接，然后你可以
跟你自己的本我就是产生超强的连接。要产生连接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找到属于你的路，你才能真正的看懂属于你的未来。所以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是有超强的潜能的。这个部分我们前面不断的在说，你们是有潜能去创造，你们是有潜能去做任何你觉得对于你来讲，你的人生可以帮助你去追寻到目标的事情，但你必须要先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本我是什么。而只要你们安静下来，只要你们有足够的人生的经历，我真的觉得接下来你真的像是开了天眼一样。所有的事情不是说变得更加的简单，而是说变得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清澈，让你无所畏惧。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都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觉得它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宇宙就是在你的眼睛里面，宇宙就是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会感觉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吧，无论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人事物即将要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其实你都是看得很清楚的，你都是看得很明白的。与其说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开始，不如说你想要实现，你想要显化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这一张牌卡，因为这张牌卡我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你们是有那一种预知未来的能力的，是不是有像这样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些事情它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就已经看到了，你就知道它会发生，你就会不自觉的朝着那个方向去进行。又或者是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会这样子进展，接下来会这么走，所以你会事先做好准备，然后你会事先就知道说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变化，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看到这张牌卡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不一定是那么的希望，或者是说那么的期待有新的人进入到你们的世界里面，或者是你们本身的心态来讲的话，也是会比较顺其自然。而且我会知道的是你们对于你们人生未来的走向，包括说你们的未来，你们想要的事情的进展，你们对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看在眼底的。你们有点像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看待事情的运转，又或者是说看待整个事情的一个动向。你们不会去做判断，你们会去接受。一方面来说，有可能你们本身就是灵性超级强的那一群人。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你在经历过所有的事情之后，它有一种，我真的会觉得有点像是打开了大脑的某一种潜能的感觉所以很多的事情你们不再纠结，不再挣扎，你们知道事情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所以你们只要是顺着这个事情的发展的方向，又或者是说顺着这个事情的进展，那么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你会有一种能力，让这个事情慢慢的导向你想要去往的方向，慢慢的导向你认为会发生的未来。很有趣，对不对？而且我也会觉得说，这是一种有点像是超能力，而且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拥有这种超能力的。但我相信当你在看完这支占卜之后，你估计多多少少都会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个就是超能力，原来这个是我所拥有但是我不知道的能力。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OK， 我们这边看到的讯息很有趣耶，我觉得你接下来开始会有一些行动了。
这个行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我会看到的一个状态是，你慢慢的会开始觉得时间点到了。我们这边在讲，你开始要花钱了。有些地方要开始花钱了，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会开始感觉到的是投资的时间点到了。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我会觉得你开始要做一些尝试，这个地方很有趣。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很有趣？是因为你之前可能会是一个储蓄的人，就是你会觉得钱是要存起来的，或者是说钱就是要这样子来用，或者是这样子来花的。但是呢，你在近期的时候，你会对很多的一些事情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它有可能是因为你接收到一些新的资讯，也有可能是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有预知未来能力的人，就是你能看得到目前的一些变动，或者是说你能理解到目前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不单单只是看到变动，而且你会有一种直觉，或者是你就是基于你所看到的事情，你能做出一个很准确的判断，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你开始花钱了。但我们要在讲的是，你的花的这个钱不是在随便的花，不是在任意的花，我们就是前面在说的，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投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在近期你们就是在考虑投资的事情，有可能一部分的你们呢，已经开始在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开始会改变，特别是对金钱的一些看法，或者是说对于金钱的一些想法，会出现很大的改变，或者是说会出现很大的一系列的变化。而且你开始会有一种很有趣的是，你会有自己很独特的见解，特别是对于金钱资金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像是你会认为这个部分是有潜能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投入进去的，但是你身边肯定会有很多很反对的声音。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然后就是一个比较自我判断的人，所以这些声音它没有办法对你产生太明确的干扰。而且这一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把钱花出去，又或者是你把钱投资出去，反而是会为你带来巨大的收获的。这个有一点像是反直觉的感觉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钱可能要存起来，要放在有用的地方，不能承担风险之类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反而会是一个反过来的状态。你有点像是你把钱拿出来去承担一些风险，去面对到一些风险。比方说像投资的这个部分来讲，无论说你投资什么东西你都一定是要面对到风险，一定都是会有风险产生的。而这一个状态对于来说反而是收获的开始，而是胜利的开始。你会需要做一个一个的判断，而且这张牌卡在这边也会让我感觉到的是，你会需要做到一些 research， 做到一些研究，或者是看大量的一些资料，不断的去有点像是 criticize， 不断的去反复的去推翻之前的想法，然后建立新的想法，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这所有的一切说到底就是需要你很大胆，你很大胆的做出判断，你很大胆的知道在什么样的时机点要投入多少。我们这边就是想要来告诉你就是如果换成别人的话要这么大胆，或者是说要承担风险的话，可能不太敢这么去做。我也相信我这边直接来讲，我觉得你身边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来认同你的这一种判断，或者是你的这一种大胆的行为。作为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出于情感，不是出于热情，而是出于你对事情的分析判断还有预见。所以你敢去这么去做，所以你能得到的是别人所得不到的丰盛，别人所得不到的胜利。我一开局就看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开始。而且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相信你自己也是有超级强烈的感觉。你可能也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之前你不会去碰的一些投资的东西，或者是根本搞不懂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的一些事情，你现在开始会觉得说我想要试试看我想要尝试看看。而且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你真的有在做很多的功课，
然后你真的有就是你有真的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我看得到的是一个相对于比较理智的人，你们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对不对？所以对于很多的事情，你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理解的。哇，我们这边很多的钱币耶，我会感觉到，哇，天哪！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越是在困局，你越是要大胆，你越是要承担的风险，你越是不能保守。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给到我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可能一部分的你们正在经历到一个人生的黑暗期，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是一个人生比较压力很大，然后重任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压制在你的身上，让你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喘息，没有办法看到曙光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那么这个状态它即将要结束，它来自于你的投资，你的冒险，然后你的大胆的判断。这个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命讯，也很清晰的讯息。我觉得你接下来是有一个翻身的状态，就是你会彻底的从这一个被压制的状态里面挣脱出来，都不是挣脱，我觉得有点像是看到了曙光的到来，有一个新的树芽开始发芽，然后开始成长的一个感觉。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人生的彻底翻转的感觉，就真的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彻底转运的状态。而且我们这边所说的转运的状态，它是跟物质方面是直接挂钩的。比方说你现在负债累累，接着大量的资金，大量的钱币流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了新的事业，新的成长，有新的正向的循环的资金，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转运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是来自于哪里呢？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需要先花钱，而且这个状态其实对于一般的人来讲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它有点像是在讲说，你现在已经就比方说是负债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现在可能会还有很大的资金的支出，你要有点像是押宝的感觉，你要压在哪一边，而你会压对，你压对的这个状态，它就会让你彻底在瞬间翻身。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要相信的是什么？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来自于别人给予你的建议，别人给予你的想法，别人告诉你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会进入到一个无论是哪个方面都是压力很大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来讲的话，有可能是来自于你环境的状态，因为你在做一件大家看不懂的事情，然后你在做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会觉得说，你现在已经在这种状态之下，就是已经是这么辛苦的状态之下，已经在被压制的状态之下，你为什么还要承担更多？你为什么还要有面对更大的一个风险？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很多的人对于你的疑问，或者是说不认可的地方。但是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会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你现在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去押宝，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有所牺牲。而且我觉得这一边我很直接的来讲你现在的整个运势，或者是说你现在的整个状态，有一点像是你先是要沉到谷底的最深处，最深的谷底，然后再反弹回来，彻底的再弹回来，是有这样子的感受。那这个感受我们这边说实在的我觉得它不太会由你的理智来引领，它是由你的灵性来引领的。因为你的理智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是一个对的时间点，你的理智可能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接下来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判断，但是你的灵性，你的直觉你的知觉还有你的意识可以告诉你，你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在哪个方面会开始发芽，会开始结果，会开始变得越来越丰盛。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在你的心中都是有答案的，在你的心中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蓝图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敢不敢？
因为我牌面上面就是有这么明确的讯息，而且我觉得这个敢不敢的这件事情，有可能是最困扰着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因为你将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险，在你这个弹回来的过程之中，你的身心灵上面都是会出现在这个状态之下的，都是被压制的、被压抑的，然后被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我看到的牌卡会告诉我，现在可能会是你人生里面最辛苦的一个时间段，也是最困难的一个时间段。但是从某种层面上面来讲，对于你自己本身，你也是有一种，就是你也会知道的是，这个似乎是你必须要经历到的时间段。因为在这个时间段，这个辛苦的时间段来临之前，你似乎就已经有所预感，你似乎就已经是有所预兆，就已经会知道的是，这个时间要来了，我要做好准备，我要照顾好我自己，我要稳定好我自己的状态，我要等待着这一个人生的谷底的到来。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超级神奇？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神奇。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局就在讲说你们真的是那种有超能力的人，因为你们能理解到的是人生的真谛。没有人会真的是完全顺利利、顺风顺水，一点困境都没有。起起伏伏是人生的一个常态。你开始慢慢的会做到的是，好，现在我是往下掉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我现在是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没有关系，我稳定好我自己，我顾好我自己，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点我会再回来，这个会比较像是你们的心态。那我们接下来所抽到的牌卡，其实就能看到这一张在这边会告诉我的是，接下来你会要做决定。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需要做投资、做押宝，你的钱在负债的状态之下，你还是要拿出来，因为这个就是你要做的决定。它就是在负债的状况下拿出来的这个钱，它反而会帮助你翻身，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所以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决定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为什么说是必须要去做的？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它会告诉我的是，其实从你自己本人来讲，或许有些事情是你不想要去做决定的，因为太困难了，太辛苦了，会有太多的 dilemma， 就是那种左边又不是，右边又不是，前面又不是，后面又不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在这边会有点像是宇宙，它就强迫着你，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睁开眼睛去看，你必须要去面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不想要去面对，是因为有的时候太辛苦太痛苦，所以很难以去面对。但是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也知道这个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所以也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必须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接着是这一章的话，它会告诉你的是，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要学会保护好你自己。但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么的担心，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会保护你自己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预知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当有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样子开启自己的保护机制。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觉得你会是跟所有的事情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那种状态。你喜欢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哪怕是有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也可以，你有这样子的能力从这个状态里面跳出来，从这个环境里面跳出来，然后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把所有的脉络都整理清楚，你是具有这种能力的。接着我们看到的是这一边这一张牌卡，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其实现在目前所经历到的更多的是跟资金相关的困局，是跟资金相关的一些问题。你可能也在想说，你要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其实你知道要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需要承担很大的痛苦。压力是心灵上面的压力，特别是在跟资金相关的状态之下，你又必须要投入，或者是说必须要支出，它会让你的心灵上面造成更大的压力，或者是心灵上面更加的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我们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真的会告诉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是
其实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两个人在赶路，有没有？这两个人在走，但是钱币在这边，他们看不到。那代表的是什么？你一路上面都是有机遇的，你一路上面都是有机会的。你在赶路的话，你就看不到机遇，你就看不到钱，它就在你的眼前。但如果说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看你身边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个资金，你就能看到这个金钱。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显示到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一边，对于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来说，觉得当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当然这一边这张牌卡也很重要，他会说的是不是说随便的去投机，或者是说随便的去做一件事情，而是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找到平衡。当你不知道要如何的做出决定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要如何做出决策的时候，那么你要去做的，首先就是要找到自己内在的平衡，要找到自己内在的内心的平稳和平静，还有安定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可以帮助你做出最好的决定。这种状态它可以帮助你会更加的知道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正在等着你。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们本身是灵性很强的人，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未来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心态不是一个平稳的心态，又或者是说你本身的状态不是一个平稳的状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一些资讯啦。你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些讯息，就回到这张牌卡，机会在你的身边，你都看不到。所以越是在辛苦的环境里面，你越是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你越是要，我们说 enjoying 就是享受的话有一点太困难，但是在每一个困境都会成为你学习的机会，每一个困境都会成为你探索的机会，每一个困境都会成为你探索你潜能的机会。你如果没有经历到这些困境的话，你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挺过来，你都不知道自己可以从中吸收到一些什么样的你在顺境里面吸收不到的知识和经验。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其实你的内在是很富足的，就是你的资金上面是缺乏的，但是你的心灵上面是富足的。所以当遇到困境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的去抵抗它们，你才会知道如何的让自己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你看这一张，天哪，你是充满能量的，你是充满 strength 的，你是一个能量满满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会是那一种身心灵能量都超级超级强的人。你身边呢，我相信你身边的人看你都觉得说，哇天哪，你就是像神一样的存在。无论说这张牌卡是自己飞出来的无论说你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好像都可以，就是你都可以笑笑的去面对，你都可以笑笑的去完成，跨过一个一个的困境。这个真的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会很想要告诉你，天哪，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几张，你就要翻身啦。你保持住你现在的这个心态，你保持住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天哪，我就是在苦中作乐，天哪，我就是没有办法，你要是这种状态再不乐观要怎么办？我真的会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一种乐观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的这一种平衡的状态，它真的就可以帮助你从你目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因为你在无时无刻都是能看清楚看懂，然后呢你在任何的情境下面，你都是可以知道这一些事情它的未来的走向，或者是说你都能看到这些事情它未来的方向，所以你有点像是吃到一个定心丸的感觉。再加上我觉得你是那种内心超级超级强大的人，你的内心里面怎么说，有可能是因为你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可能是因为你看到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你会很坚强很坚定的内心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你有一种坚强的信仰和信念。
当然，我们这边所说的信仰不是在讲说那种宗教性的信仰，而是你对于人生的信仰，对于你所相信的事情的信念。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接着，当你翻身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长期的耕耘期，就是这个钱它到来了之后，你会接着进入到一个长期的投资的一个状态嘛？我都不知道这边要怎么样子来跟你解释，因为我看到的是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因为你要守住你现在的心态，你接下来会迎接到很多的机会，你会有很多的选项，然后你会真正的走到那一种身心灵富足的状态，你会是进入到一种极其幸福、极其完美、极其快乐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钱这个关于金钱的这个状态，它会告诉我的是，你会有一大笔钱来了之后，接着这个钱可以让你持续的耕耘去创造你想要去创造的东西。我们这边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像我们前面在说的是金钱方面的缺失，或者是说金钱方面的负债。好，那会有点像是你本身的公司，或者是你本身所做的事情，它没有办法继续，因为钱嘛，你接下来你保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不断的去做尝试，你不断的调整自己，然后你不断的去重新的规划，重新的去计划，重新的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你所相信的信念，因为你所做的判断，即使在负债的状况之下，你觉得这个投资是对的，然后你投入进去，接着你收到了巨大的回报，资金方面的回报，金钱方面的回报，因为这个回报让你突然之间眼前多了很多的选项，眼前多了很多的选择性，然后多了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一些可能性让你感觉到幸福，让你感觉到快乐，因为你之前是困住没得选的，那么你现在是有的去做选择，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更加的幸福，让你感觉到更加的快乐。接着我们在这一边看到的是，这一笔钱可以让你可以持续的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可以让你持续的去做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方面来想象它有点像是你之前想要做的事情中断，因为资金跟不上，或者是说出现了负债的状况，那么这个状态结束了，因为你持续的投资，所以这个状态结束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再延续你之前所做的事情，而且你可以进展得更好，然后你可以得到的更多，你可以更多的得到身心灵的满足，同时间你可以更加的了解到自己的能量和力量。我看到的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牌面上面真的会让我觉得你可能目前正在一个低谷期，但是这个低谷期它是会完结的，它是会结束的，然后它的这种有点像是你的选择，然后加上你的运，全部都是在帮助你从这一个低谷期里面走出来。走出来了之后，你可能会对金钱有新的想法，对金钱有新的观念，然后你会知道如何的让这一些钱去到更加有用的地方，更加可以持续进行的地方。这个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总而言之，我觉得接下来进入你的人生里面的就是幸福、快乐、美好。而且这一个选项结合到这张牌卡，我会觉得是通过这一个困境，通过这一个难关，你会真正的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你的家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在你身边支持你的人，爱你的人，支撑你的人，所以你会做更加明智的选择。所以这一个经验它真的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确，更加的身心灵被锻炼到的一个经验。接下来这一章啦，我们就是在讲说你有足够的能量，你有足够的力量这张牌卡在这边会告诉我的是，其实你是一个很敢冲的人，这一边是不是有对应到？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坚定的人，当你有决定是想要去做，或者是说有事情想要去完成的话，你的目标是十分的明确的，你就是冲着那个目标去。所以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你是一个比较直接。我们这边所说的这种简单，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 simple， 一个简单的一个感觉，不是说你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是要完成这个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事情，我其他的事情可以等一等，我的目标就是这一个。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也告诉我为什么你可以不断的翻身，不断的去创造你想要去创造的，不断的去显化你想要显化的，因为你具有集中注意力、集中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且你身边会有很多支持你的人，你身边会有很多很爱你的人，你身边会有一个安全网是为你建造起来的。这张牌卡好，这边的对应会让我看到的是，你有鼓励你的家人，你有站在你这一边的家人，无论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都会爱着你，支撑着你。我觉得这个也是来自于你的能量，也是来自于你的力量。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好，这个家人不单单只是在讲说真的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然后也有可能会是你身边的朋友，对，就是他们就是想要在你的身边给予你爱，给予你支持，给予你鼓励。我也会看到的是，在你在最低谷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离开你，然后他们也很爱你。有可能在你最辛苦的时候，你并没有发现到他们的存在，没有发现到他们的意义，没有发现到他们的价值。但是我相信，当你开始有翻身的机会之后，你再往回看，你会开始发现，你身边会有很多很可贵的资源，你身边会有很多很爱你的人，好，以他们的方式来照顾你，也爱你，来支持你。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能看到的，但是他们一直都会在你的身边。OK， 好啊，我情绪上面的起伏是，我觉得可能会是让你觉得现在有一种不安全感，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或者是说在情绪上面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就是有点心中有个石头啊，好像有点放不下。而且我觉得这一个组合会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状态，只要你有想要做的事情，你的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平息，只有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的内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安稳的状态，是不是有点像是这种感觉？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让我看到的是，你会需要在行动中找到你的安全网，你需要在行动中找到你的情绪的稳定点。那么这张牌卡也会告诉我的是，当你需要稳定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稳定你自己状态的时候，你身边一直都会有人支持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给予你的支持，不要忘记了他们给予你的资源。你永远不是自己孤独的一个人在面对着所有的一切，即使是你是一个足够坚强的人，你可以面对所有的一切，然后你可以支撑起所有的一切。你不单单可以支撑起你自己，你也可以支撑起你身边所有你爱的人，你的家人，但是你同时间也是那一个被支撑起来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是很幸运的一群人。一方面是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未来，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你们身边有这么多爱你的人，支撑你的人，然后给予你安全感的人。这一张爱正在到来你的身边。我们接下来代表什么？这一张牌卡，如果说你是有想要组建家庭的话，我会觉得爱情正在来到你的身边，会是给你无限支持的人。而且我会觉得说，这一个人有可能会是你过往就认识的人，然后过往就已经对你很熟识的人，可能是过往的好友，然后这一次又回到你的身边，然后接着跟你之间建立了家庭，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你是一个被爱所包围的人，这个也是很符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在面对着所有的一切，你并没有一个人在面对着所有的一切。这一章在这一边的话，会有一些新的讯息，或者是说一些新的 offer 会交到你的手上。我讲到这一边，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有感觉到吗？你的人生正在翻转，这个会是一个翻身的机会。这一个讯息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讯息，或者是说关键的 offer， 来帮助你从你现在的环境里面彻底的转变，从一个负债
变成了开始盈利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觉得要接收到这一个 offer， 又或者是说要进入到这个状态，对于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是要开放的，就是内心是要开放的，无论说什么样的机会你都愿意尝试，愿意接受，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决策也很重要，因为你要是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的话，你有可能就拒绝掉了这个 offer， 那这个机会就会逝去，你会花更多的时间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一定要以乐观的态度来迎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张你看 friend 朋友，你的身边就是有朋友给予你支持，给予你爱。我这边也会看到的是，有可能这一个 offer 是来自于你的朋友所带给你的，不一定说他直接的告诉你这边有个机会你要不要接受，很有可能他就是把一些资讯把一些讯息传达给你，看到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然后从而想要抓住它，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牌面上面都有看到的是，你是被爱包围的，你身边会有很多支持你的人，这一些人他会为你带来很棒的很正向性的讯息，而你也需要以乐观的态度来一一接受他们。最后这一张，你看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就是想要来告诉你的是正在变化，有些事情正在改变，找回内心的平静，找回自己内心最安稳的一个状态，你就可以开始意识到你身边的事情正在改变，你就可以开始意识到你身边的事情正在变化。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比你内心的平静来得更加的重要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比找到你自我来得更加的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一个讯息。而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跟自我沟通真的是很重要，越是在逆境里面，越是要学会自我沟通，越是要知道你接下来的行动，你的行为，包括你的思想还有你的心理状态，将会如何的影响到你接下来的决策，你对于事情的看法，你对于事情的理解。所以每一个细微的步骤，每一个细微的细节，你都要关注到，你都要留意到，它才能帮助你一点一点的打开你的知觉，打开你的世界，打开你的感知。而你会需要这个打开感知的这个状态，因为你是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人，你是可以预知未来的人。如果你在这种长期的压力的状况之下，它只会减弱你的能力，但如果你是平静的心态的话，它就有机会加强你的能力。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